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今天这个小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是怎么样来安装这一排户外灯的。户外灯是现代园林设计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一到了夜幕降临，那么户外灯就成了园林的聚焦所在。我选的这排户外灯是现代的低调设计，没有明显的灯泡，3瓦的 LED，Hardwire 就是连线。因为现在很多的 house owner 呢，就是为了方便，都选用了太阳能灯。太阳能灯呢，虽然安装方便，但是它不耐用，亮度低。而这种 LED 的灯可以用5万小时，可以 last 很多年。一般我在安装这些灯之前呢，都会先画一个线路图。我发现这样做呢，能够减少错误的发生。对着线路图呢，你还需要在大脑里面把它转化成这个现实状态下的这种电线的连接。看懂了线路图，也并不能保证你能够正确的接线。我需要声明的是，如果您想做类似的工程，我还是强烈建议您咨询当地的有 license 的电工，确保施工和使用的安全。其实我在做计划的时候呢，是在我更换这一排篱笆的时候已经决定了。我没有更换这些篱笆的立柱，而是用新的板材把老的立柱包起来，这样呢就很容易在它的顶部创造一个空间，用来装这些灯。这个可以说也是 DIY 的好处吧，可以预先的设计，以达到自己最想要的效果。在之前的工程里面，就预先做好了下一个工程需要做的工作。对于这些灯来说，实际上相当于我为他们建了一个小的木头房子。我在上面还加了 insulation 保暖，加了顶盖防雨。当时留的线有点长，可以剪一点，屋里面的空间有限。这个呢，就是一个标准的串联。我们这边2条线，有一条呢，这边叫做 line 就是供电的需要用的线，另外一条呢叫 load 呢是给下面一个灯供电的线。这2条线和灯呢是一个并联的连接。这个呢其实原理上非常简单，中学的物理呢我们都学到过。这种 LED 的灯呢，现在有2种，有一种呢叫低压的，低压一般是12伏或者24伏。那么我装的这种是高压的，是110伏。如果是低压灯呢，那么可能会采用焊接的方式来接线。另外呢，你还需要一个变压器来给它供电。用拨线前把这个绝缘的拨掉。
我的这种呢，就直接接到家用的这种供电线路上就可以了。这是这个 LED 的 module， 这边呢也有3条线，非常简单，黑色接黑色，白色接白色，绿色呢是接这根裸线，这个是地线，黑色是火线，白色是零线，把3个接在一块儿就行了。其中这个地线呢有2个选择，也可以接到这个电荷里面的螺母上面，因为这是一块金属。如果所有的地线都接到这个螺母上面呢，它们就相当于连在一起了。当然了，第2个选择呢就是把这3根直接接在一块儿也可以。那么这个呢就是根据你个人看这个难易的程度。那么我觉得呢直接接在一块儿可能更简单一点，所以我采用第2种方式。这个呢，因为这个电荷是在这个木头的立柱里面，所以呢，防水呢应该没太大的问题。当然呢，有一种做法呢，这里面可以上一点 silicon， 上一点胶，这样呢有额外的防水效果。我呢就觉得比较 messy， 所以我就没有做那一步。但是呢，我会用这个电工胶布把它缠一下。这个是个额外的保护。这一步呢，应该也是 option， 做不做应该问题不是很大。如果这个地方真正漏水的话呢，这个胶布呢也不能起到很大的效果。LED module 呢，我也把它裹一下，也是一个额外的保护。电线呢要使劲往里塞，因为这个 module 还蛮大的，所以空间有点紧。有时候要用点力，不然的话地方不够。这个呢，没有任何螺钉，就是这样卡上去的。但是呢，由于这个表面不平，所以我事先呢也打磨了一下。但是希望能够装上去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再调整。最后我在这个 panel 上打了一些黑色的 silicon， 一来是防水、密封，二来呢也是堵住
任何的缝隙，这样呢，晚上的时候就不会有光从旁边的缝隙里面漏出来，那样可能会不太美观。控制户外的这个安全灯，然后这里呢，我准备把这个 fence 上的这个灯呢连到这个电源上面。第一步呢，就是把那个控制这条线路的开关关闭。我会在这里呢加这样一个 box， 然后呢，绕一根管子，然后通到那边去。哎呀 ，shit， 把这根线出现了一个小失误。我在卡这根管子的时候呢，疏忽了，因为里面除了安全灯的这个电线之外，还有一根是摄像头的电缆，我把它也卡断了。这个摄像头的电缆呢，属于一种低压电缆，有一根呢属于数据线，它的铜丝都非常的细。我用电烙铁加上焊锡，把这些电线重新焊起来。这个呢，其实是很多低压灯安装的典型做法。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做相关的视频。监控录像修好了，现在我可以继续我的项目了。这些户外的电工管线不仅仅是实用，而且涉及到美观。这里是控制器，这边管子接过去。够长。现在有很多现代的家居设计，把电线的管道、水管和通风管道都裸露在外面。其实，只要设计得很好，横平竖直，实际上这种设计反而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工业的美感。我个人对此呢是十分欣赏的。任何户外的用电都要有 GFCI 的保护。GFCI， 这个是 line 是供电，这个是出电，是供给那个灯上面的电。那么一旦发生这个漏电呢，如果在这个下缘发生漏电呢，这个插座的供电会完全关闭。这个呢接到 line。这个呢分 hot 和 white， 这个就按照它的这个指示。这个是 hot， 在这里装了一个 GFCI 的插座，用它的 load 的一方来给这个户外灯供电。一来呢是多了个插座，在你需要用电的时候可以简单的插上就可以有电了。二来呢是它下游的线路呢也有了这种漏电的 GFCI 的保护，这是一种安全的装置，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吧。任何的管线呢都要用这种螺丝把它紧密地固定在墙上，不要让它乱动。好了，现在这些灯就装好了。我等了3个月，拿到了从中国寄来的光控的开关，
Photo Cell Switch， 这个我也是在 Amazon 上订的。现在可以把它安装了。这个是 Line 是这个进来的电 ，Load 是出去的电。这个是 Neutral。这个安装的时候有一个问题，这个东西要露在外面，所以呢，这个 plate 它要钻一个洞。其实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安装这个非常简单，但是呢，我要在这个面板上面钻一个不大不小的洞，跟这个 Photo Cell Switch 的源头一致。如果洞太大呢，那么会进水，影响到密封；如果洞太小，那么又装不进去。这个呢，差不多花了我半个小时。在工具箱里，我还找到了这样一个圆形的锉子。这个工具实际上是前任的屋主在搬出这个 house 的时候留下来的，已经15年了，我从来没有用过。但是，正所谓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如果现在我没有这个锉子的话，我是不可能完成这样一个工作的。或者即使完成了，也会非常的 messy， 可能会漏水。现在这个结果我非常满意。好，感谢您收看我的这一期小视频，希望它能够对你有所启发和帮助。如果您喜欢这个 project， 请给我一个 thumb up。如果您还没有订阅，请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很多很有创意的 project。好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